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昨天晚间我们看到美股继续反弹，反弹幅度0.59%，完全符合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一理论。行情当中，我们在道指这里看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根据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我们判断这里面会出现小时线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在反弹过程当中，10月6号这一天，我们观察到小时线级别反弹西游在这里出现，然后它有一个时间级别放大的4小时级别反弹啊，在这个行情里面内嵌着，因此呢，我们判断道琼斯工业指数还会继续向上，把时间级别切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啊，4小时级别上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后面跟着2个干扰性 K 线，但是在昨天晚间。8节阳线走了出来，这就意味着对于道指来说，反弹正在进行，上方有4小时级别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总而言之呢，对于道指来说，这轮反弹目标点位是34000点附近啊，34000点附近。那么这轮行情对于比特币来说，基本上是稳如老狗啊。这轮行情我们看到比特币啊，它的一个突破性动作是在10月1号这一天走了一个阳线。这个阳线走出来之后呢，上方顶到了144均线、169均线，同时也是6到8月份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位于28000美金的这个压力位。打到这里之后，在高位横盘震荡、持续震荡之后，我们把时间级别把这个 K 线呢调整到。合约啊，因为合约我画的比较清楚啊，在合约当中，我们看到啊，它的一个日线级别上正在形成的是上方红色线、下方红色线啊，波谷连线，两个都是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焦点位置是在11月中旬啊，11月中旬，但是呢，10月底的情况下就会接近焦点位。那么我们认为接近焦点位的这个位置就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那么当前行情是比特币月啊，这个月是比特币月，同时呢，24年、25年也是一轮牛市，因此大概率呢，我认为会突破28000美金啊。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周线级别上是有标志性阳线的。这个标志性的阳线呢，在6月19日这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是有别于震荡和下跌 K 线的啊，它的这根阳线走得非常长，周线级别上涨幅度15.68%。悟空阳线走完之后，上方是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走出一轮这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预期的，但是呢，后面跟了啊，从6月下旬到10月中旬啊，目前已经经历了4个月的震荡盘整。这些震荡盘整呢，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管它叫做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的判断啊。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上方有预期，但是这些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判断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目前这些收敛和震荡都是围绕悟空阳线展开的。我们切到日线级别上，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悟空阳线啊，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形成了巨大的多头上的缺口。这些多头的缺口呢，经历了下跌1次、下跌2次、下跌3次，反复3次的震荡修复。修复完成之后，这条伤疤修复完成之后，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白色线和红色线这个收敛三角形，在10月1号比特币月当天啊。第一天，比特币月的第一天发动了突破，干到了28000美金。那么行情由此它的突破没有继续，它的结构重新起了变化啊。那么目前是2个红色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啊不断震荡接近焦点之后，还会发生再次的突破。然后本轮行情让大家非常担心的是以太坊的下跌。那么以太坊的调整和下跌呢，它的主要动作啊，我们主要要观察的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已经长达1年，从去年22年10月份到23年10月份啊，这个收敛三角形始终处在这个结构当中，震荡下跌，缓跌的过程啊，钝刀割肉啊。钝刀割肉的过程当中，我们感觉不到什么，但是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它的速度啊，跌速加速了，以太坊和 BTC 这个交易对崩盘了。那在下跌过程当中，我们要追踪溯源，找到它的一个平行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在22年5月份到22年6月份的这波下跌过程当中，出现了急速下跌和崩盘动作。我们把这个时间级别调过来之后啊，调整过来之后，我们看到。22年5月份到22年6月份的这个下跌是急速下跌，它的收敛三角形形成之后啊，在这个位置上焦点位发生了急速下跌。那么当前行情也是重新
啊形成的这个下跌收敛三角形，缓跌的收敛三角形，接近交点的这个位置上出现了急速下跌。那么它的下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它会形成一个平行于22年5月份的这个平行结构。那么目标点位啊就给出来了，大概位置是在0.05附近。如果到达这里，相对于比特币的价格，以太坊的价格可能会到达1450美金。因此呢，以太坊在下方是有下跌空间的。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结构画出来之后，刚好1450美金是一个箱体结构的下边线啊。因此呢，对以太坊来说，耐心等待这个点位。如果你不太对这个点位有把握的话，那当前价格对于以太坊来说也是非常便宜的，因为目前呢是一个比特币月啊，比特币在高位横盘震荡不跌啊，但是呢最近几个交易日它是有涨的一个预期的，因此呢以太坊跌它也是有底线的啊，所以呢当前1590美金的以太坊是相对来说便宜的啊。同时呢，我认为以太坊在未来在新的牛市到来之后啊，肯定会有一个非常高的预期啊，所以呢对于以太坊来说，对于现货和低位多单来说不用过度担心。同时呢，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多空数据啊，我们的多空实时追踪的数据来看，一周之前我们提到的 LQTY 啊，今天表现也非常不错。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周线级别上已经走出了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八剑阳线、沙僧阳线。那么上方呢就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了。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啊，在日线级别上 LQTY 出现了一个50均线、10均线，突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底部成交量放大，上方价格不断攀升。同时呢，它也是 Binance 平台的一个次新币种啊，因此呢，对于它的多头来说，毫无疑问，目前已经是成为一个龙头币种啊。然后我们打开今天多空实时数据去追踪，今天在4小时级别上的多头币种相对来说比较少 ，LQTY 就算一个，还有我们比较陌生的 STRAX， 还有 CVP 啊。我们看一下 CVP 啊，这个是刚刚出现在我们多头池子当中的，今天涨幅不错，有8个百分点。那么目前啊，对于CVP 来说，我们看一下它的历史 K 线啊。首先打开周线级别，看它存在于 Binance 平台有多久。我们看到是大概是21年10月份的，是一个相对的老币种，不算是次新币。然后它的一个震荡区间大概是在0.36到0.28这个区间做了一个筹码密集区。最近一段时间呢，底部啊略微出现了一些放量，但是这个成交量还是不足。那么它的一个上涨的时间级别，我更多的认为是一个4小时级别上的突破。那么如果进行对于这种币种的参与呢，一定要把这个止损位设置在0.32附近啊，因为它的市场深度有限，设置在0.32就可以了啊。这个币种呢，能够站上0.32美金的144均线之后，才有可能发动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如果回踩下来之后，一定要耐心等待啊，再择机进场。因为对于这些山寨来看，我们看下方挂买一单是0.3381，上方卖一单是0.3433，它的深度非常之有限，在这种深度的条件下非常容易插针。因此呢，对于这种币种的参与啊，市场深度有限币种的参与的话啊，一定要遵从设置止损、小仓位进场、分布时的原则。同时呢，获利就跑是这种币种出现一日游概率的行情比较大嘛，获利即走是有更大概率能够逃顶啊。在节前呢，也就是11之前，我们就提到了 BNB 啊是有可能做出一个回补动作的。它的这个回补动作呢，我们在周线级别上就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在46美金到691美金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急速的上涨过程当中，出现了巨大的筹码缺口。然后691美金高点到22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我们看到它经历了长达1年的回补动作，形成了这个收敛三角形之后，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目前也是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了下跌。这个下跌呢，跌破了220美金非常重要的关键性支撑位，那么下方的空间是有机会被打开的。因此呢，我们看到这种行情对于 Binance 平台来说BNB 非常弱势，在今天出现了一个非常低的低点202美金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们有可能会接到150美金到100美金的 BNB 这是非常有机会的但是这个机会呢，我认为它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将会是未来3年当中的一个黄金坑因此呢，挂单去买 BNB 可能会获得位置趋势上的非常大的利润这个我说了非常多次了，特别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是在我们会员群在我现场当中讲的一些课当中
重点提示给大家了，好，这一定要注意。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